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虾山话事哈 sales，聊润的话题呢，聊了武器，自娱自乐，于人于己。这一期呢，我们开一个新的话题，聊一聊创业，嘿嘿，还是老样子，这里是老 P，还有胖子和毛毛。我们三个人呢，为什么经常会在一起聊天吐槽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一个相同的经历，就是创业。然后创业的时间呢又差不多，开始的时间嘛也差不多，又在差不多的同一时间偃旗息鼓。经历了就是中国的那个互联网游戏从风生水起，那个就是各种小团队啊，城头变换大王旗，对，然后到大佬出场，大佬出场那个寸草不生，攻城略地，对吧？小团队又纷纷退场的整个一个历程。现在回过头去看呢，还是有相当感触的。呃，现在呢，就当是老夫要聊当年勇，我们呢来说一说创业这点事情。那怎么会想到创业呢？还有就是创业过程中比较难忘的事情，然后呢，从创业这个经历中呢，有得到什么样有益的经验，可以和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老样子，那个请毛毛开场。主要就是我感觉是，能把我们三个人连接的比较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嗯。事情。然后说实话，就是其实之前，为什么创业，又是很大程度上受到胖子的影响。对，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就是其实胖子跟老 P 都是算是我的前辈嘛，然后我跟老 P 之前也在一家公司，然后跟胖子其实也是，但是只不过就是可能没有一起共事过。对。但是呢，就是我因为大家都互相有一些认识嘛，然后后面我自己在大厂上班的时候呢，就是逐渐的感受到了一些，就是公司体制带给我自己的一些限制，包括那时候，因为我们都是游戏行业嘛，然后那时候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就觉得不管是 IP 的限制，还是监修方的限制，还是这种大团队的限制。然后呢，那时候可能正好30岁吧30岁左右，然后啊。呢，就觉得特别的年轻气盛，然后觉得自己好像经验也够了，然后各方面能力也够了，为什么这么受到限制？然后呢，跟几位前辈吧，包括就是胖子啊、老皮啊去交流，感觉都是应该去创业，然后或者说应该去做一些自己的事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开始了。反正，主要就是那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其实对于什么找投资啊，或者说要获得很多的这个财富啊，或者说要取得多大的成功啊，没有多想，只是觉得说，目前加入游戏行业的这个嗯、目的不是说做目前当前那时候的那份工作，而是说想创办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做自己的游戏，其实就这么简单。嗯。所以这个是一个起心动念嘛。我不知道胖子跟老 P 的起心动念，就创业哦，是什么样我的起开始的？心动念其实跟你有点相似，就是其实讲到底就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在原来公司里做的不爽，你知道吗？嗯嗯然后其实想法跟你差不多，然后觉得，诶，我手下几个人蛮不错的呀，然后嗯我也经常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公司里面是得不到实现的。诶，这个时候就想了，然后我觉得好像我们创业的那段时间段呢，其实好像大家都受那个乔布斯影响蛮大的，好嗯像就是感觉是大家都觉得，哎呀，人生应该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嘛。我当时读他的自传的时候，就被那句话超感动，就是他去挖那个百事的 CEO 的时候说，
你是愿意卖糖水呢，还是愿意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当嗯时就看着自嗯己在公司里干的活，哎呀，觉得我这一辈子难道就这样了吗？不，我要嗯，做点其他的事情，我要改变这个世界。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改变这个世界。因为回过头去想想，蛮傻的。你做游戏能改变世界吗？最多改变你自己，最多改变你自己。哎，起心动念嘛，就是觉得啊，团队也有，想法也有，然后经验也差不多，然后感觉好像那个时代啊，我不是说那个时代，那个时间段，好像是，不管是国内也好，还是国外也好，都是大家都觉得创业这件事情是挺值得去做的事情吧，就是对对大环境好像挺鼓励大家去创业的。然后也有这个条件去创业，因为其实，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其实，对于买房这种事情，好像压力不是太大，因为我记得说点私人的情况，就是我一个月也还贷也就一两千、两三千块，没什么压力，感觉辞了就辞了，一下子就去，被几个兄弟一鼓劲，然后就辞掉就创业了。然后其实起心动念，现在回过头去想想，真的是有点冲动，有点冲动，嗯没有做好太嗯，大的准备。但我感觉就是需要冲动，可能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不冲就是需动你也不会做要冲动，这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经济上的压力也是一点。你经济上如果压力嗯很大，一个月房贷两三万、五六万，你肯定不敢轻易辞职的，对吧？嗯，没错，啊，所以说我觉得时代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原因吧。反正这嗯就是我的起心动念。那个胖子呢？就你们前面在讲的时候，我在想，我觉得那肯定是，嗯、肯定算是我们也赶上了个好时候嘛，对吧？那个时候，首先是嗯有人会投这个嗯行业，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再加上我们可能那个时候像老 P 说的，压力不是很大。我的就是真正促使我迈出那一步的那个，就我没有你们两位想的这么志向高远。虽然我可能带坏了像毛毛这种，我带坏了不少人上了那个创业这条路，但是真正但是真正把我推到那一步的，我还在想这个，就是主要是两个吧，就是呃。那个当时我是在做制作人嘛，就是我自己有个项目，程序团队他们是一帮子人，就是像他们是湖北帮，他们都是湖北人，老板收的来，然后呢，这个湖北帮呢，然后过完春节就集体又跳槽了。然后我们的项目组等于一个程序都不剩了，然后老板呢也没跟我说，他就让别的团队在面试我项目组里的人，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太傻逼了。就是你觉得我们项目组如果没有值得做下去，那你跟我说一下。他居然没跟我嗯打招呼，让别的组人来面试我，我就觉得这个公司实在是太扯淡了。所以嗯这个是一个负面的推动，还有一个正面的推动呢。因为当时项目在进行的前面一段时间的时候，老板是个很焦躁的一个人，就是他每个月要来看项目的进度，那么看到的这个部分呢，可能有的时候是比较有限的，或者说他比较外行，有可能你做了很多七七八八的功能，你不如改一个登录界面给他的震撼大，这个是他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外行的这个部分。然后呢，就你给他看项目的进展呢，始终不能让他安静下来，所以我得做一个 PPT 去介绍后面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就是一半是这个产品去演示已经做了的部分，还有一个是我的 PPT 演示将要做的这个部分。就是比较悲催的呢，就是说团队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的这个现在做了什么呢？往往不能让他满意。当然我做的那个将来要做什么的 PPT 呢，倒让他挺满意的。然后他就随口夸了一句说啊，这个 PPT 做挺好，那现在出去骗个融资什么的肯定没问题啊。这个算是一个正向的推动吧，反正就是前面一个负向的推动加这个正向的推动，两件事并在一起，然后也是气不过嘛，因为其实除了那个程序团队，他们是一帮人，老板收进来的，其他的其实都是我以前公司的同事，大家也其实一起打拼了蛮多年，彼此之间也信任度蛮高的，所以就这个正反一推，所以就一气之下就自己出来创业了，对吧？然其实后总结一下，也就是做的不爽四个字，对吧？嗯。对，啊，哎，我做的哎，我感觉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对现状的不满，我感觉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共对，性。
对对，吧？那这是压这是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嘛。就是起心动念，大家基本上都是因为那个做的不爽，对吧？然后就是接下去就聊一聊那个创业的过程吧，就是反正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很难忘的经历可以值得和大家说，或者愿意和大家分享的？还是从毛毛开始？啊，那个太多了，我在想这个事儿，因为就是因为一开始说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人生最难忘的一些时刻，可能都就是在这个创业的那几年，是的，可能都是的，是一个就密度会比较高的。然后如果只选一件的话，或者没有没有说只选没有限或只定数量。对对对，只选几件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回想，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或者说体会比较深的，其实就是因为刚刚也说了嘛，我的起心动念或者说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几个人，然后也没想拿投资，我们就自己做一个我们喜欢的产品，然后呢能够收支平衡，然后能赚一些钱，然后做一些更大的产品跟游戏，那其实就行了。但没想到就是说赶上了一个很疯狂的时代，然后对，呢，就是大家一听到，哎，有几个大厂出来的年轻人，对吧？然后好像有那么点想法，然后就追着你给钱。然后我 PPT 还没写完，然后就可能好多的那个投资人开始来跟你说，哎，你离职协议那个签了吗？我说我已经离职了。然后人家说，哦，那你不是什么因为绩效问题啊什么？不是啊，我说我就想创业，然后哎，大家就已经愿意投了。就是我感觉这个整个这个就是时代是一个特别疯狂。然后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做那个 demo，我记得我就做了2个月吧，还是3个月。然后呢，我有印象。就 ChinaJoy 了嘛。然后 嗯 ChinaJoy 了之后，就是哎，这个所有的这个发行商都疯狂的想要来签我们游戏，然对对后对对。对，然后所以我感觉在整个开始的这个状态是一个非常疯狂，而且就是把你推上一个感觉人生巅峰的这种一个过程。是的。就是你想你拿投对，资，别人是追着你投的，然后嗯。你签游戏，人家是追着你签的。然后呢，然后你本来只是一个可能打工者，然后你就变成了什么 CEO，变成了什么去出席这种什么高端酒会的那种，然后那种论坛的那种人，对吧？然后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对我自己感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你回过头去看这些事儿，其实就跟你没什么关系。说实话，是的，就是你抛开了，是的，就是你是毛毛这个身份，然后你是这个能力，其实随便换了谁，他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类似我这样的一个标签，然后呢，你在那个时候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个事儿，他可能就是会跟我得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上升的这么一种感对。觉，所以这个我是印象很深的一个感受。回过说句不头来好听就是，的，引嗯。用那个雷军的名言，就是站在风口上是猪也能飞起来。对对，就很有，就是回过头去想这个事儿，其实是蛮有感触的。嗯，其实都是被时代裹挟了，但是我们当时不自知而已。对，现在对对对，回过头去想想，就是像我嗯开场白里面说的一样的，就是属于那种万物生长、草长莺飞的那个年代。嗯对吧？嗯嗯刚刚有手机，刚刚有这种触摸屏手机，然后其实嗯大厂也没有进来，然后我记得嗯好像那个叫什么腾讯，好像是很晚很晚才进来的，之前都是些嗯小公司在那里，好像你出了一款什么什么游戏，马上就哇，好多人追着你，然后某种嗯品类，我记得最早应该是火在手机上的，应该是所谓的卡牌游戏嘛。对吧？嗯，好像对。好像当时经常听说某某卡牌游戏月入千万，听得人热血沸腾。我感觉你创业那时候，就是老 P，你创业那时候还是什么小鸟啊，什么割绳子啊，对的，对的，那个，对的，对吧？我啊，比这个还早呢。我其是实对对，最早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做手机游戏，我刚出来的时候做的是网页游戏。你们还对记得不啦？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对对对流行过页游，流行过 social 对 game，记对，得吗嗯。？Facebook 上面的。
然后关于投资这件事情，你刚才说就是很多人追着你，我刚才出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还能去拉投资这件事，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想，哎，做个游戏，然后拿到网上去弄一弄就有钱进来了，根本没想到。哎，不好意思，扯远了，就是还是那个回到那个创业过程中的有趣经历吧，或者是难忘经历吧。对我来讲，我跟你一样的，就是创业这几年这个人生经历的那个强度跟密度是很高的，也经常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一天，也不觉得累。然后，脑子里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从北京出差回来，我心念一动，想去公司看看，结果发现大家都在，我当时那个感觉好像拍电影一样的，我的那个眼泪就好像要流下来的样子，这大概是我印在我脑子里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了。然后其他七七八八的也很多，让我再想一想，让我再想一想。那个是你大概第几年？就是你说北京出差回哦，来的时候。那好几年了，那已经是尾声的时候了。嗯，胖子这边呢？胖子这边这故事更多了。我知道对胖子是最有经历的人，最对，有胖故事的人。子应该有过3家公司、4家公司还是三家，呃，一家三家。 3家？对，那就像就总结一下，就是印在你脑子里最深的一个画面。是一件事情嘛，它可能不是一个画面。嗯就是，反正前头你们都说了嘛，有很多是共性的部分嘛，我觉得也是就是强度很高的，然后痛并快乐吧，然后也是我人生中应该是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了吧。然后我其实一直很追求这种小而美的公司，就是公司里大家可能都是了如指掌的，然后彼此也就很清楚说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创业，为什么要可能放弃大厂里头相对比较安逸的这个，就当时还没有那么，我觉得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996这么福报，就是当时我觉得大厂确实还是相对安逸的，那么出来玩命是为什么？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整个团队大家其实心念比较相通，然后可能没有那么计较说可能收入啊，就是钱财方面的部分，可能就是想去实现一个抱负。我觉得这个可能放在任何一个励志的电影里，大概都是最动人的一趴吧，对吧？然后我记得我们公司当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玩法，然后做了一些测试，觉得说这个玩法可能有些问题。然后当时也是比较束手无策嘛，然后就让公司里头所有的同学，因为公司的账上有多少钱什么大家都很清楚，然后就跟大家说，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谋到一个新的方向，然后去把这个游戏进行下去。然后当时公司是拆了很多的小组，然后最后胜出的一个玩法是一个做动作的一个小哥，他带的那个小组。然后一个做美术动作的一个小哥自己去学了怎么去填数值，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大概我觉得是把整个团队的潜能激发到最极致的一趴吧，大概用了一两周的时间，然后拆成了就大家自由组合了很多小组，每个小组提了一些玩法的一个改动，最后这个玩法就胜出了，然后最后就按这个做下去了，然后直到很多年后，可能大家都四散到别的公司去了。然后偶尔那个大家会提起当年这个事情，然后包括那个做动作的小哥，他说他每到一个新的公司，可能都会有机会的话，都会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感觉说这个做的项目是自己的项目，就不管你在里头是干的什么一个职能，或者是一个什么相对来说比较一线的啊，或者说是比较我们说的这个按大厂的说法比较螺丝钉一点。没有，就是不管你干的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个真的是我的项目，就是然后出了危机，大家也没有藏着掖着，然后真的是，绞尽脑汁，拼尽全力去救这个项目，然后没有什么说我是干什么的，我就只干我那一趴，也没有，就是大家真的是各显神通，想尽办法去拯救这个项目，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我整个创业里头啊，跟创业这个主题扣的最紧的一个让我最深刻的这么一个故事吧。我觉得很难在别的情形下去发生了，哪怕你可能在大厂拿着比这高很多倍的工资，我不觉得有谁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说啊，这个是我的使命，就我要去拯救这个项目。
对吧？我也真的有这个机会去救这个项目，我觉得挺难发生的。这个是让我很感动、很动容，也让我觉得说这个创业，可能值了的那个 moments 吧。就我觉得大家拼尽全力去把这个项目挽救回来了。嗯哎呀，对，这个但是后面结果是好的，对吧？后面结果是好的。你记得吧？我们啊，俩出差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过这个问题，就说这个团队大家就超出自己职能范围去救这个项目，对吧？那么嗯有中选的，也有落选的，然后那个落选的那个团队可能会有一些失落的感觉，然后我们再看海外的团队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类似的问题，记得吧？我们俩出差的时候啊，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对对，有印象，有印象。嗯，看来这个话题一聊起来就是，呃，那这样吧，我们再把这个话题拆细一点，就在嗯聊那个创业过程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先再聊一聊这个找投资这件事情吧，嗯。有什么有趣的故事跟大家说一下吗？找投资，我感觉就第一阶段我就刚刚说了嘛，就是可能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简单，或者说是一个大家追着你的过程吧。然后后面几个阶段其实还都蛮有意思的，我感觉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是一个花季少女的时候，就是无数的人追着你。然后你那个可能已经展现了你的年老色衰的潜质，或者说感觉好像你人没有那么红了的时候，然后你再要去找那些当年追着你的人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你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是的，是的。然后当你真正变成了一个可能需要雪中送炭的这种情况下之后，哎，你就会发现大部分人连回你个消息可能都没有。就是这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变化特别明显的，就它跟那个一般来说我们的社交关系里面，我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在当时吧，至少我经历的那个情况是，大家这种追高不追跌，或者说追涨不追跌对对对，的这种往情况是往这个非常非常明显跟剧烈的。对，就往往你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你前面说的，就你不要把它太 personal 了。这个其实嗯，就是因为我们创业的时间够长，你经历了说这一个领域从热到冷的一个过程，跟我们个人对，没关系，只是是对吧？就资本觉得他不好是进来了，那他懒得去是回你，他们可能比是，较比较现实一点，或者比较效率一点。这其实跟我们对，是没有什么。当然这里头也有性情中人，我也遇到过这样特别让我感动的投资人，但是大部分都是这样。举个例子，说点有趣的故事嘛。嗯就是那个呀，就是我最后创业的那个公司嘛，就有一个投资人很早就看了我们的项目，他特别特别喜欢这个项目，但是嗯他当时可能在自己的那家投资公司里头，他不是这种合伙人级别的，他拍不了啊，板，然后但是他力推这个项目没有推成，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其实那个时候就像毛毛前面说的，就游戏行业已经从花季少女变成了人老珠黄的这个阶段。所以他推不出去嘛。其实跟他跟我们关系都不大。但是 anyway，他最后从那个投资公司出来了之后，他私人还帮我去介绍各种游戏圈的大佬来看我们的这个项目，就完全是出于他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几乎是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那我觉得这种是真的，他是站在跟你一起，对吧？过日子的状态来看这个项目，而不是纯粹是说在里头赚一票就走。其实我对于资本的这种投资者的认知，我后来可能自己创业创了一半，去看了那个硅谷这个剧，啊，我就觉得，对，嗯我要是早看就好了，对吧？就是你可以破除到很多不真实的幻想，或者是破除掉很多迷信。那个剧虽然是一个黑色幽默剧，但其实它能教会你很多的。假设你真的创业的话，它其实有很多真知灼见在里面。嗯。就这样。我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根本不知道有所谓的投资这件事情，就觉得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能卖掉赚钱就可以养活团队了。后来就是，后来才会有人主动找上门，你知道吧？嗯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就是穿的像那种黑社会一样的那个一个人，就
我们当时住的是居民楼，他就敲门直接进来，我吓死了，我以为来收保护费的，或者是来打劫的这种，就叼着烟就进来了。然后我们正在干活，他就去拿了一台电脑，就是抢了我们一台电脑，就打了我们的 demo 嘛，就在那边玩，一边玩一边抽烟，哎，这个不行，这里改这里改。然后我在想你谁呀、然后他就是他玩了一会儿跟我说，哎，我是什么什么。这个也太抓我忘马了。了具体的词语了，就是他反正是个煤矿老板的儿子，就家里很多很多钱，就没地方投，想投游戏，就现在就到处在上海看项目，看到喜欢的就直接拿现钞就给你了。我当时觉得是个骗子，我就没有答应。然这个后太抓马了，很难相信，难以置信了。对对对，他是一个人带着几个小弟，就感觉像黑社会一样的，你知道吧？嗯所以，但是后来听说这个人是真的是砸了钱的，砸嗯，了钱那给其他那时候来敲你们是因为就是你也是朋友介绍说有个投不资人过来知道呀，是吧？问题就在这里呀，不知道呀，那他他怎么会是？是随机敲的是吧？不是那他随机敲的，进来总归肯要自我定肯定介绍一下嘛，对吧？啊，他的两个小弟说了，他都没讲话，啊你知道吧？啊，OK，这个十分抓马，这个是我在找投资人的时候遇到的最抓马的事情。然后后嗯面基本上就是后来就是像你们说的，就是感觉风口来了，然后接触到很多很多顶级的风投，你知道吧？嗯我当嗯时想，像 IDG 啊、经纬啊这种，他们也就会开游戏吗？我记得好像还有幸去了一次经纬他们的办公室，嗯在那个就是陆家嘴的金融中心嘛，一线很的小店。高档的写字楼，然后一大层大概是，然后几乎没有人坐在那里。我在想，这个不浪费钱吗？哎，反正那个时候感觉真的就是一个手机游戏的一个大风口吧。嗯，嗯。当然，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是做成的，但更大多数的还是没有做成的。反正都对，是这样。哎，投资这一块，你们两位还有什么好分享的吗？就你刚刚说到那个这个煤老板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有个就是反正也是算是一个一手的这个一个故事，我应该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但是我也没办法，就是说很多细节，因为毕竟会，嗯大家如果一牵扯到细节，就具体知道是谁了嘛。嗯但是呢，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说是上海某知名一个现在可能比较知名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板，然后呢，他当年投游戏的时候，他是这样做的，就是首先呢，他先会跟刚才老 P 说的情况差不多，就是呢，先请商务或者说什么去这家公司，然后呢去拜访，然后打一下游戏，然后呢打完游戏之后的1个小时，然后呢他会立马叫另外一个小弟，然后拿2个这个皮箱子，然后那个皮箱子呢，一个皮箱子大概是100万这样，2个就哇，是大概200万，然后是不是呢他把遇到了同一个人啊？不是同一个人，这个哥们儿不是煤矿的，他现在已经很有名了，他不太能说，但是 OK，呢，他就是直接就是在当场可以把这2个皮箱子，就是在他试玩完游戏之后，就是拍在那个公司，就留在那个公司，然嗯后当场就可以把这个游戏的代理啊，或者说投资的一个合约签了。嗯所以就是因为我那个为什么说这个是比较可信的一手条？因为就是我虽然没有被这个皮箱子砸过，但是我那个好朋友就是当场就经历了这个局面嘛，就是因为你很难怎么说呢？就是被这个事儿很震撼嘛，因为你刚才还在跟他交流这个游戏试玩，然后1个小时后就是进来了这个港片里面的2个皮箱子，对吧？然后那你这时候就要下决定了，就是说你要接受这2个皮箱子还是不接受？就是你朋友接对受了吗？啊，你朋友接受了吗？我朋友拒绝的呀。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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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他当然是有很傻逼的决定啊，我觉得。
现在来看，对，这样，我们这个话题呢，一期肯定聊不完的。那么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聊创业故事。